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商城系统教学分销篇。我想大部分做商城系统对于分销引流这个板块是非常的关注的。我记得我们在前面的推荐分成篇里面有讲到关于推荐分成、注册分成或者订单分成，那个部分讲的都是跟人有关系的部分。现在我们要单一来讲讲跟商品有关系的这个分销部分。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收到一些 message 或者是收到一些微信的或者是 LINE 的一些产品分享、购物分享等等，其实就跟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只是由于大家可能都只看到说你分享我来购买，那至于它中间有没有产生什么佣金分成的一些比例设置什么等等的，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购物。其实现在的购物行为跟过去不太一样了，现在大部分消费或者是这个分享你就能够赚钱。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板块的设置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关于这个分销的基本设置的部分。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我们先还是一样来念一下关于这个操作提示的部分。我们暂时称它为微分销啦。微分销在设置开店流程当中的模板提示语有分为微心提示、新手必读以及提现提示，这三个是非常关键的。那大家可以去把它写一下相关的说明。那系统默认有一些说明可能会不符合你现在的一些情况，你可以自己请你们的文案去修改或者改成大家比较容易懂的语言也可以。那么微分销佣金提现金额必须大于10块钱或者是100块钱或者是1000块钱，你都可以在下方这里进行设置。那么在操作提示这里，老师用了一个默认的比如说大于10块钱才可以进行佣金的提现。那具体你可以操作的时间可以在下方去进行修改。第三个，微分销配置根据需求的操作信息推送购买分为分销商或者是购买金额、商品的分销模式、分销商的审核配置信息等等，也是在这里面进行设置的。那么还有微分销的自定义审站，可以把这个分销商替换成你设定的这个名词比如叫做代言人。老师这边暂时设定的叫代言人，因为分销现在这个词好像让很多人都很头疼所以老师把它暂时改名为代言人把这个定义分销的定义改成代言的定义，这样能理解吗？那你可以在这个整个配置表里面去进行设置比例或者一些基础的基本设置都在这个页面进行完成。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为你的整套系统的代言机制做一些比例的设置也可以为它去进行一些配置。那所有的相应配置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操作提示的部分。微分销默认开启以后，需要点击关闭的这个禁用按钮，如果再次使用的话，点击启用就可以了。现在大部分大型的大型的这个系统商城系统大部分并不会长期开着了，它可能会在一些有活动的时候才会开启这样的一个分销代言功能所以你可以随时的关闭或者随时的启用都可以。第二个，微分销又分为总比例默认是用具体某个商品的商品信息里面的比例来的。我记得老师在关于商品那个部分有讲到关于这个佣金的设置比例等等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片段，就是关于商品管理的那个片段里面就有讲解到了。那么微分销默认为3级如果你需要改变每个级别的比例，就在下方这个位置右下角这个位置去进行修改。那么3级的相加的这个百分比必须要小于 100%因为超过 100% 就已经破坏了系统本身的结算基数了，那就不合理了，对吧？还有分销的订单，用户在付款以后必须大于7天才可以进行佣金分成那么当然具体的你修改你可以在这里修改了，但是老师倒不建议你修改，因为很多国家地区的一些消费机制跟消费模型不太一样。你像台湾有这种免费鉴赏期大陆有这个无理由退货期等等每个国家地区都不太一样所以建议还是有一个时效性吧，这样可以确保
这个消费者或者是这一些代言机制的人不会恶意的来刷你的分享的这个比例的佣金哦，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来关注一下。那当然，你可以为每一个店铺他们去设置一些名片哈，你可以为他们设置一些名片，因为老师这边的名片部分还没有做完哈。然后你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关于这边的名片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嘛，这个图片应该是做完的。好，那你可以为它创建一个 QR code 哈，大家看到了吗？它就生成类似这样的一个名片，好吧？好 ，OK。那今天的这个分销的配比部分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如果你还是有问题，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给老师留言，或者直接给老师写电子邮件。别忘了订阅、分享。加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堂课程再见，拜拜。